大家好，我是艾雅，我是在曼谷已经旅居了15年的华人，对这里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熟悉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都感兴趣的话题，那就是在曼谷生活到底要花多少钱？如果你正打算来曼谷工作或者生活，那这期视频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。我会帮你搞清楚每个月的吃住行开销，让你对自己的预算心里有数。为了方便理解，我会把生活成本分为住宿、吃饭、交通3大板块，按照从高到低来讲。我还会对比中国大陆、美国、香港和台湾的生活成本，看看咱们的曼谷生活究竟贵不贵。最后，我还会和大家聊聊本地人的生活水平，让你有个全面的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给你提供超直观的数据。这些数据是我查到的最新的泰国官网数据，再加上我的个人真实生活经历，这期的信息绝对靠谱。内容可能有点多，不过你可以随时暂停回看。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不同看法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。在曼谷住有很多选择，从公寓到别墅都有，租金差距也比较大。如果你要住在市中心的公寓，单间每月大概1到2万泰铢，如果是小家庭居住，则需要2到3房或以上，价格会更贵些，大概每月2到5万泰铢，算是性价比中等的选择。如果你选择非中心区的公寓居住，则相对便宜一些，单间公寓大概6000到1万泰铢，2到3房公寓大概15000到25000泰铢。如果你不介意离市区远一点，这个选择可以省不少钱。别墅的话更适合家庭或者朋友合租，每月大概3到5万泰铢，可以享受更大的空间。不过补充一点，这个别墅的价格还要看它的地理位置、房间配置、小区设施等不同，价格也不同。我说的这个价格是各方面比较中等的水平。至于水电，每个月花费大概在1500到2500泰铢之间，网络费大约600泰铢。你外出的话，可能还会有手机网络费和通讯费。如果你打算长居泰国，我建议选择包月套餐，我个人觉得比较划算，一般1到2000泰铢基本上就很富足了，不管是网络还是打电话，几乎可以无限制，所以基本上住宿费是你生活成本里最大的一块。其实在曼谷吃饭也有很多选择，看你是想省钱还是追求美食享受。路边摊是绝对的省钱首选，一顿50到100泰铢能搞定，味道还不错。餐馆的话稍微贵点，每餐约150到300泰铢，不过环境和菜品会更好一些。如果你选择外卖，像 GrabFood 这种外卖平台也很方便，一顿大概1到200泰铢，再加点配送费也算合理。以上的价格是针对一个人的，如果你是小家庭，建议自己煮饭，保证卫生的同时还划算。一个月食材费大概4到6000泰铢，当然买进口食材或者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，价格会更高一点。吃这一块其实灵活度很大，看你怎么安排。我们接着来说说泰国的交通成本。如果你对这块信息比较感兴趣，建议拿笔记记一下。干货比较多，
在曼谷的交通方式非常多样，从公交车到地铁，再到打的、坐船，或者直接买或者租一辆自己的代步车都可以。下面我来给大家逐一列一下费用。第一个，公交车超级便宜，票价通常在8到25泰铢之间，适合不赶时间的人。第二个，地铁和轻轨，也叫 MRT 和 BTS， 它们是比较快的选择，票价16到62泰铢每次，月票可以省些钱。按乘坐的次数不一样，套餐价格有700到1200泰铢。不过月票次数要当月使用完，过期就作废了。如果每天都要乘坐地铁的话，建议尽量买月票，每月费用大概1500到2500泰铢。不过按我现在查到的最新信息，目前只有轻轨有月票出售，地铁几个月前停售月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其他优惠方式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他们的官网上关注一下优惠信息，如果找不到的话也可以给我留言。第三，的士的打表起步价是35泰铢，之后每公里跳价范围是 6.5 到 10.5 泰铢，它这个是跟进行进的公里总数不同，然后跳价也会相应变化。如果你乘坐的是短途的，大概1到200泰铢也够了，它比公交贵，但是方便很多。第四，船，如果你住的地方靠近河边或者码头，你还可以选择坐船，票价大概14到33泰铢。最后一个是关于私家车的，如果你有家庭成员，或者你需要更自由灵活的出行，而且你也有驾照会开车，建议买或者租一辆私家车使用。费用方面，泰国每升汽油费在35到48泰铢之间，这个价格除了国际油价影响外，还取决于你去哪个品牌的加油站和用哪种油。我常去的是 PTT 加油站，那里一般比较便宜。如果每天只是在曼谷市或者周边的话，算下来每月油费大概是3到5千泰铢，再加上停车费和保险，私家车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。曼谷交通费总体上相对合理，看你选择哪种方式。根据前面提到的费用，我们来计算下，如果是一个人的话，月基础开销，我说的是基础开销，大概2万泰铢，而想要过得不那么拮据，再潇洒一些的话，3万泰铢基本上是够了。如果是一个2到5人的家庭，月基础开销大概也是3万泰铢，而如果你想家人住得更好，吃得更好些，大概要5万泰铢。我们来做个对比，曼谷的生活成本相对中国大陆的2、3线城市来说还是偏高的，特别是房租这块。比如中国的2线城市，它的租房成本会更低，但在吃的方面，两边差别不大。但如果你拿曼谷和美国或者香港比，那曼谷的生活成本就显得低很多，特别是住宿和吃饭的开销。在香港、美国这些地方，生活的压力会大很多。至于台湾，两者的生活成本其实有点类似，尤其是在台北和曼谷之间进行对比，台北的房租、交通费可能会更高一些，但曼谷在饮食、娱乐等方面稍微贵一点。所以曼谷的生活成本介于非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或者地区之间，它适合那些想要舒适但不奢侈的生活方式。前面我们从外国人的角度聊了曼谷的生活成本，那泰国本地人的生活成本又是怎样的呢？根据泰国贸易政策与战略办公室2024年上半年的统计，泰国本地家庭的平均月基础开销是18130泰铢，生活成本相对旅居的外国人还是比较低的，但如果按他们的法定日薪算算他们的收入，那日子可就有点紧巴了。按照泰国劳工部的最新规定，曼谷的最低日薪是363泰铢，也就是说最低月薪大概是11000泰铢。说实话，这个数可真不够花。好在泰国人工资再低，他们也没啥存钱压力，而且心态好。
我曾经见过我们以前公司的一个保洁，工资也就11000泰铢左右，月初一发工资，他马上去大超市采购，他说买完就只剩500泰铢了。我问他，那你接下来怎么办？他说没事，他采购的物资里有2箱泡面，够他撑到下一次发工资了，不知道真假，反正我当时听完是大受震撼。话说回来，这毕竟是政府设定的最低标准，只能当个参考。老实说，外国人的最低雇佣薪资标准也不够我的开销。当然，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。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，点击订阅我，后续我会出一个关于在泰国工作的专题视频。好啦，关于曼谷的生活成本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总之还是那句话，曼谷既能让你过得简单舒适，也能让你享受更高品质的生活，一切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你对这视频内容有疑问，或者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尽能力回复每一个问题。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不错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我们下期会聊更多关于泰国生活和工作的内容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